来甘肃天水吃麻辣烫，记得在这几天的旅途中，给胡氏古民居中的南宅子留上2个小时逛一逛。它是明代官员胡来进的私宅，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的市中心，始建于公元1589年，距今已有435年的历史。在这么多年里，这套宅子也被修缮了好多次。我们如今看到的是2006年全面修缮后的版本。因为这套宅子拥有很多看点，所以它被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称为甘肃省唯一的具有典型明代建筑风格的古民居建筑群。如今这里既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也是天水民俗博物馆，更是吸引了大批游客的知名景点，现场扫码预约即可免费参观。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的是胡氏古民居跟前，这里也是天水的民俗博物馆啊。其实民俗的还不是主要的，主要咱们还是看建筑。一会儿咱们就来好好逛一逛。南宅子的入口处有一座古老且巨大的国槐，它的年龄已经有700年之久。而南宅子的门前2侧有不落地的檐柱，上有雕花，它应该是垂花柱，以此类推，门应该是垂花门。但我要没记错的话，垂花门一般都是宅子的内部门，也就是二门不迈里的二门。不知道为什么到这变成第1道门了。门上的大匾额写的是复县地，地指的是宅子，复县指的则是主人胡来进的最高官职身份，也就是山西按察副使。这个牌子便是身份的象征。进门后能够看到南宅子的导览图，其实这里处处都有工作人员指路，导览图看不看两可。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穿过这道垂花门就来到了贵妇院。我就发现南宅子的好多屋顶都被连到了一起，所以屋顶的样式完全看不清楚，甭费劲了，先看别的。首先我们进入建于清朝的东厢房，这座厢房面阔3间，内部展出的是胡氏家族的人员生平，其中胡来进的名字格外醒目。此外还有一份胡来进的嘉奖诏书，他如此崭新完好，应该不是原件。与它相对的西厢房展出的则是书法、家具之类的展品。然后我们来到始建于明朝的正厅，房屋面阔5间，屋顶螭吻的造型很别致，以前从未见过，应该是民间样式。正房之内展出的则是当初雇主的会客场景，梁架上的彩绘我认出了一个龙凤呈祥。说到梁架，门前的说明牌上写着明间用了3-5架梁。什么叫3-5架梁呢？我们来看屋顶，这个方向的木头条在明清建筑中叫做檩，蓝圈里的这根梁承受了3根檩的重量，它就是3架梁，而这根梁承受了5根檩的重量，它就是5架梁。如果再往下多一根就是7架梁，往上加就是了，这就是3-5架梁的含义。正房一侧的烧间里有一座单檐悬山顶的祖宗堂，另一侧的烧间则是带玻璃镜子的梳妆台，再往深处看还有一个拔步床，这个相当于是在床外增加了一个木质小房子。拔步床造价极高，绝不是普通人家能用得起的。至此我们就逛完了第一个院落，也就是贵妇院。然后我们穿过小门到达书房院，这里最醒目的就是私塾，檐下有花鸟雀替，室内还原的则是大户人家子弟读书的场景。私塾旁边是佛堂，此堂为清代建筑，面阔3间，内部现在供奉的是观音菩萨。佛堂再往后是书房，可惜书房不开放，只能隔着窗户看看室内的陈设。然后穿过私塾来到棋院，院子里有一株300年的古老腊梅，这是当年主人下棋时的雅致气氛组。然后按照箭头方向指示来到颇为宽敞的淮阴院里，院名与其牌匾淮阴必废呼应，在这里它念废，取的寓意则是先祖以官爵地位庇佑后人，如槐树以大枝叶庇护小枝叶一般。现在我们来看西厢房，这回屋顶终于是分开的了，很容易就能认出来是悬山顶，但只有半面，这种半面的叫单坡悬山顶。走进里边发现床是粉色的，所以附近有人说这屋是住女儿的。那胡家大小姐好雅致啊，还提笼架鸟，不知道逗不逗蛐蛐啊，感觉这屋住儿子儿媳倒是合理一些。对面东厢房是明代建筑，同样是面阔3间，同款的单坡悬山顶，室内则是办喜式的陈设。这个橱柜名叫连三橱，可能有官运有财运的人都喜欢3连。这个小东西则是帽架，如今我们一般都把它并到衣架里。最后我们来看正厅，这也是一座明代建筑，其面阔3间，走进屋里能一眼看到室内的大号木屏风，烧间摆放的食盒边上说这边有一个是雕漆瓷盖提盒，那说的应该是这一个，只有它的盖子是瓷材质，盒体则有雕刻花纹。走到后边还能看到木屏风背后还有一个关闭的后门，绕到门外还能看到一块清道光年间的秀拔成军匾额。然后我们顺着这2个小朋友走的小路，能一路找到厨房。这座建筑面阔3间，屋顶是同款的单坡悬山顶，走进去能看到好多火锅，还有一桌子天水大菜。有没有天水朋友推荐一下哪个大菜比较好吃啊？厨房的灶上还供着灶王爷和灶王奶奶，这和我们那边的风俗一样，供奉他们是希望他们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此时我们已经到了后花园区域，这里没什么可说的，基本就是拍照打卡了。
后花园附近有个悬山顶大房子，本是畅州园的一部分，现在这里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区，没什么可说的。仅有的看点是房子背面展出的一些隔扇门，花样还不少，但我只认识一个博古纹隔扇门，其余的就说不上来叫啥了。再往后是一座高楼，原来这里是南宅子的绣楼，这是一座清代建筑，一楼是丫鬟的卧室，这应该是贴身丫鬟，要长期随侍小姐左右，近似于崔莺莺与红娘的关系。虽说是下人，但这个条件也远在平民之上了。二楼则是小姐的卧室，这样的场景才是古代富家小姐应有的娱乐项目和生活环境。如今时代进步了，无论是男是女都有了更多的选择。走下绣楼，从另一个方向开始返程，就能来到银杏院，正对面是一个唱皮影戏的屋子，表演的时间我也给各位拍下来了，而里面所唱的则是挖野菜少女王宝钏的往事。银杏院的侧面是戏院，这个是纯粹的新建建筑，应该就是为了让游客拍照打卡，顺便看看戏。现在这里边没见有活动，所以安静得很。现在我们走出戏院，穿回银杏院，奔向另一侧的杨家楼。南宅子内本无杨家楼，这是当初实施古建保护工程时用技术手段平移过来的清代建筑。如今杨家楼的内部是用来展出寿帐的地方，此寿帐制作于清朝雍正年间，是当初给家中长辈祝寿用的。如今100年过去了，上边的金线已有脱落迹象，但仍然能看出往昔繁华的影子，那是家族不凡实力的缩影。杨家楼是可以上到2楼的，2楼的展品是天水刺绣，眼前看到的刺绣展品基本上都是偏实用型的产品，而且绣工足够精美传神，所以才会成为畅销的经典。现在我们回到1楼，走向对面的屋子，这里边放的视频是老天水3维动画影视图，而两侧厢房所陈设的展品则是天水香包，这是以彩色丝绸为底，必要时上点刺绣，然后在里边填上中药，一来可以给人增香，二来可以抵抗蚊虫侵扰，这季节显不出来，到夏天就能看出用处了。现在我们直接一路奔向董家院。胡家宅子里为什么出了个董家院呢？因为这套房子原本是国民党将领董承烈的故居，属于是清末民初的建筑，所以被一并保护起来了。穿过垂花门走进董家院，会发现有一个屋子动静很大，原来这里展示的是织锦回纹诗。相传古代女子苏慧因为思念被流放到秦州的丈夫，便将112字回纹诗织在锦上，顺读倒读斜读，句可成句，她也因此而被世人所熟知。其余的房间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开门，透过窗户往正方看，能看到一座官帽椅，别说和官帽确实有点像。董家院的侧面暗藏着藏宝洞的入口，所谓藏宝洞其实是一个连接南宅子和北宅子的地道，据说有布置展览，但现在锁门了，我们也无缘得见了。现在我们绕一大圈出来，抵达凌霄院。这个院子的名字来源于院子中的一株凌霄，建筑则是清代建筑，其中一个房间里展出的是西秦腔的脸谱。这里说一句，西秦腔是起源于甘肃的地方剧种，和我们平时听到的秦腔不一样。下一个屋子里展出的是当地的各种银饰，还有打造银饰的模具，这个花样也不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重点看看。再下一个屋子里展览的主题是天水古民居，相当于是把天水古民居的不同构件给做了一个初步的拆解，这些知识最好还是结合具体的建筑来讲，那样效果更好。最后一个屋子用的是普通的日常陈设，展出的是少量的家具。至此我们就逛完了凌霄院，然后我们穿过小门来到最后一个院落智兰堂，这里的正厅是清代建筑，展品不多，两侧新建的厢房里展出的是大量祖宗堂。顾名思义，祖宗堂是用来供奉祖先的，名为堂，实为木龛。比起真正的宗祠建筑，这种显然更加小巧便携。那些花样各异的祖宗堂无疑是天水民俗的具象化体现。至此我们今天的旅途就结束了。今天的前半段是南宅子之旅，一路上看建筑，看规制，看工商名旧，看皇恩浩荡，看名门望族的高墙亦可遮天蔽日。后半段是天水民俗馆之旅，旅途中看民俗展，看生活，看柴米油盐，看酸甜苦辣，看100年之前的3餐4季，也是一番滋味。在偌大的南宅子里走上一圈，便如同穿越回100年前，亲眼目睹了古人的生活一般。那是一场超越了自身生命长度的体验，或许这便是我们来到天水开启这场旅行的意义所在了。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